历史上最会做简报的人，不是贾伯斯，也不是摩斯拉，是诸葛亮。他可以从一个职场新鲜人做到蜀国总经理，是因为诸葛亮就是一个简报大师。今天我会介绍6招非常重要的简报技巧，让你救急进化，简报瘦。今天影片真的看几分钟，年薪就加薪几个月，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，一起笔记起来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 IG 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弟摩斯拉。达芬奇说，简单就是终极的复杂。真正好的简报背后一定是终极复杂的努力。首先最重要的是第一招，移除杂讯。普通人因为怕自己讲不清楚，所以会把很多资讯放在投影片上面，把投影片当成提词机。这样子其实是在把处理资讯的责任丢给观众，这个叫做简报渣男，很不负责任吼。But 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一个看过摩斯拉影片的魔粉，你知道对于观众没有帮助的东西都是杂讯，杂讯会消耗观众的脑力，让观众很累，所以我们要当个简报暖男，来帮观众移除杂讯。比如说我在 SlideShare 上面随便找了一份投影片，内容还不错，但是看完头有点痛哦，所以我们在做投影片的时候呢，可以用这10招来优化投影片。像这样，先辨识出消耗脑力的地方，移除对于理解没有帮助的图片，移除重复出现的文字赘字，提炼出帮助观众理解的重点，一页一句大重点来破题，用3分构图法设计版面，用9宫格来做画面的分割，把主题放在参考线跟交叉点上面，文字尽量靠左对齐，对齐隐形参考线，设计元素之间的间隔。用经典3色原则设计投影片的背景色、重点色跟文字色，像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普通的投影片改造成精美简约的样子。那这些招式细节其实有点多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留言敲碗一下哈，以后我再专门做一集来跟大家讲解。第2招，先做目录页。赤木刚宪曾经说过，控制篮板球的人就可以控制比赛。叶丙成教授也说过，做好大纲的人才可以做好简报，大纲跟脉络最重要。诸葛亮第一次跟刘备做简报的时候呢，就说：“老板跟您报告一下，今天要教您用3招当上皇帝：先取荆州，再取益州，等待时机谋取天下，则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啊！”在简报的开头呢，就把老板哄得不要不要的，这个就是目录页的力量。开头我们就要让老板处长姐姐知道，接下来呢你不会浪费他的时间。那我在超级简报这一集里面呢，也有教大家一个怎么从无到有产出一个结构清晰、条理清楚的简报脉络。最后呢，你就会得到一条故事线的主题。那每个主题呢，都是简洁有力的一句话观点。那像这种精炼过的观点呢，就可以拿来当成目录页。第3招，先不要用简报软体。你可能想说讲什么干话吼？你先听我说吼，这是今天最重要的1招吼。普通人呢很难同时产出内容又做出超美的设计，除非你是简报小天才或是叶丙成，不然像我们这种小凡人呢，最有效率的方法是先专心规划投影片内容，再来专心做投影片。以前在台大上叶丙成教授简报课的时候呢，学到这个超绝招。自从我用了这招之后呢，做投影片变快了，考绩也都拿100分了。直到现在，我都还是非常的感谢叶教授吼，这个完全没有业配哦，他根本不需要我这种小咖来业配，他的课就卖翻天了吼。那这个超绝招呢，就是用手画投影片草稿。比如说一个10分钟的简报，我会先印出30页的空白投影片，像这样打开你的简报软体，把一个空白页复制贴上个30次，然后选档案、列印、讲义，讲义布局这个地方选每页3张幻灯片。用 A4 纸列印出来，好，那印出来之后呢，就会长这样，一页有3张空白投影片框框，旁边还有一些笔记的线条，就可以开始在上面设计每一张投影片的标题跟画面的布局，咻咻咻，快速画出一个草稿。那这样做呢，有一个很棒的优点吼，你用 A4 纸张印出来就会发现呢，这个框框其实没有很大，没有办法写太多的东西，所以你在画草稿的时候呢，就会想要简单写重点就好。那这种越简单明了的画面呢，其实观众越容易专心。我在超级简报的影片里面呢，有教一个用电影3幕剧说故事的方法，开头先破题，中场用对比论述，结尾归结到你的一句话观点。那所有的投影片呢，都要尽量符合这3招的设计，确保你的投影片每一张都是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。那像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咻咻咻把所有的投影片草稿画完，快速的看一下简报脉络有没有顺畅。那这个纸本草稿阶段呢，我们就要进行内容的优化跟修改，不要写太细节，也不要太完美，主要是修改整个脉络呢跟画面的布局就好。那等到整个纸本草稿都修改到无懈可击了，就可以开始在旁边的笔记栏写下每一页的大纲。
等到全部都想得清清楚楚了，最后一步呢才是打开电脑来做投影片。普通人都是等到投影片全部做完了才来开始修改啊，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在修一些不重要的投影片啊，最后又舍不得删掉，非常没有效率。But 你不是普通人，你是一个看过摩斯拉影片的魔粉，你以后就知道，先不要用简报软体，要先用手画草稿。这个秘技呢，我已经在工作上面用超过15年了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咻咻咻神速炸裂。希望大家一定要回去试试看。第4招，时间管理大师。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这种时间管理大师哦，我们要学习的呢是有条理的来规划，要用多少时间来做多少事情。首先要先问自己3个问题：你有多少时间来准备简报？比如说，如果我想要用10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跟处长姐姐的报告，那我就会先规划呢，用4个小时的时间来准备简报脉络，3个小时来做草稿，1个小时来做投影片，最后2个小时要拿来练习跟修改。因为内容呢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我至少会花70%的时间在组织内容跟草稿。如果纸本草稿都已经想得非常清楚，无懈可击了，真正做投影片只需要10%的时间。如果花超过10%的时间，那就是你做投影片太慢了。那至于要怎么快速的做投影片呢？以后我们再专门做一集来跟大家讲解。我实在看过太多人呢，把所有的时间精力、青春年华都花在做投影片上面，结果最后还是讲的哩哩啦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预留20%的时间呢来练习跟修正，确保最后呢可以有很好的呈现。那再来呢，要了解自己讲话的速度有多快。那像我自己正常舒服的语速呢，大概是1分钟200个字。那做简报的时候呢，考量到跟观众的互动啊，抑扬顿挫，我觉得1分钟180个字是很不错的节奏。超过这个节奏，速度就会太快，观众容易跟不上；低于这个节奏，速度就会太慢，观众容易觉得无聊。那顺带一提呢，是我的影片节奏是1分钟300个字，因为现在的观众呢实在是太容易觉得无聊滑掉了好累 ，QAQ 好累，真的好累 ，QAQ。最后要决定一张投影片要讲多久，比如说我自己喜欢呢，一张投影片用150个字讲1个大重点。以上这些都想清楚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当时间管理大师了。比如说，如果我打算用10个小时来做一个10分钟的简报，那这样子我就会需要1800字的讲稿，12张投影片，用4个小时来准备简报脉络，3个小时来做纸本草稿，1个小时来做投影片，最后2个小时用来练习跟修正。在最一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把时间规划得清清楚楚，最后就只剩下执行力的问题。第5招，刻意练习。普通人很难直接上场就完美演出，除非你是简报小天才或是不良大叔，不能像我们这种小凡人呢，要学会用有效率的方法来练习跟修正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秘密武器，拿手机录下自己练习简报的样子。那这边一个重点呢是每一次都要想象自己是真的在场上报告，全力的去练习。那再来呢要有效率的进步，一次只修正1个小地方。那比如说，如果某个地方讲起来就特别的不顺，那一定是因为这边的简报脉络不够通顺，或是这边的投影片有不够好的地方，那我们就只要针对那个不顺的点呢，专心的去优化，不断的练习跟修正。修正完了之后呢，再移去下一个小地方。一次只修改1个小地方呢，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达成一个小目标，逐步踏实，更有效率、稳定的进步。等到整个讲稿都通顺之后呢，最后要再来专心的练习简报的节奏，调整到你预计要报告的时间长度为止。第6招，上场前的准备。现在你已经有条理清晰的脉络，简洁美观的投影片，精炼通顺的讲稿，最后要上场前呢，还有2个建议。第一个建议呢是找一个可以信任、会诚实给你反馈的人呢一起彩排。那我自己觉得呢，这是非常难的一步，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批评或是被挑毛病。但是如果你保持开放的心态来接受反馈，彩排不但可以测试观众的反应，还可以修正不通顺或是错误的地方。那只要有任何一点小修改或是小进步，都算是赚到的。第2个建议呢是要提早到现场，确认设备，熟悉环境，像是麦克风啊、投影机啊、灯光、音乐。那你越熟悉呢，越安心，整个人自信气场都起来了。简报说穿的呢，就是一场表演。从观众看到你的第一印象，表演就开始了。观众看到你，一个是紧张兮兮，还在那边瞧环境的样子；那一个呢是准备周全，好像很熟环境、很确的样子。最后观众反应的差距呢会非常大，所以不要让第一印象呢毁了你的简报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。第1招，移除杂讯。凡是对观众没有帮助的东西都是杂讯，移除对于理解没有帮助的图片，移除重复出现的文字跟赘字，提炼出1句大重点破题，用3分构图法设计版面，用9宫格来做画面的分割，把主体放在参考线或是交叉点上面，文字尽量靠左对齐，对齐隐形参考线，设计元素之间的间隔，用经典3色原则设计投影片的背景色、重点色跟文字色。第2招，先做目录页。用故事线主题呈现简报脉络，
让老板跟观众快速抓到大方向。第3招，先不要用简报软体，印出空白投影片，用纸笔画出草稿，快速优化跟修改，直到画面跟脉络都顺畅为止。第4招，时间管理大师，先想好时间规划。如果要用10个小时准备10分钟的简报，我会准备1800字的讲稿，12张投影片，4个小时来准备简报脉络，3个小时来做草稿，1个小时来做投影片，2个小时来做练习跟修改。第5招，刻意练习。拿手机录下自己练习简报的样子，一次只修改1个小地方，逐步踏实，更有效率、稳定的进步。第6招，上场前的准备，找到一个你可以信任的人一起彩排，提早到现场确认设备，熟悉环境。我觉得简报不只是做投影片，是一个人工作能力的综合体现，是我们一生中都会需要学习跟进步的课题，在职场、人际关系、生活中都超级有帮助，是一个只要用对方法，不断学习就一定会进步的能力。那我还在学习的路上，希望你也一起进步，把今天影片的方法呢应用在你的下一场简报当中，然后回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结果吧。好啦，今天影片就这样，不知道大家今天最喜欢哪一招呢？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你可以按个喜欢跟订阅，留言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跟 IG 哦。